那些年妈妈不让买的零食，可以玩的零食玩具。钓鱼糖，花19块买了一个最近很火的食玩，刚拿出来我妈就说我乱花钱，我说这个不是普通的零食，它可以变魔术，很多人成功钓出了梦幻舌头，我妈说她不信。觉得我能成功钓出梦幻石头的请扣1，觉得我不能的请扣2。先把旁边的三角杯剪下来，往圆形凹槽里面倒一些水，加入蓝色粉包后搅拌均匀，味道闻起来不错，是清新的葡萄味。往花瓣凹槽加入1/3角杯水，再倒入橙色粉包，搅拌搅拌，就出现了许多泡泡。吃了一口，是酸酸甜甜的柠檬。把吸管掰弯放进绿色液体里面，再倒进紫色包的粉末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轻轻松松就掉出了一根舌头糖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可惜掉得太长，有一半断了，赶紧尝一口这舌头的味道，口感很不错，听说蘸一下泡泡酱味道更佳。问我妈要不要也来一口，她说这玩意太恶心了，狗都不吃。火鸡饮料，最近的天气特别热，我妈又不让我买冰棍，只能去小卖部买2瓶火鸡饮料。嘴馋的时候就往嘴里喷上2口，不过味道吃起来一般。老板说要拿去冰箱冰镇一下更好喝。不一会就听见我妈说：“冰箱里怎么有打火机呢？谁放的？”不说了，赶紧溜了。口哨糖，我妈说我要成绩没成绩，要才艺没才艺，去小卖部买了3根口哨糖。老板说这糖可以吹出美妙的音乐，是可乐味的，味道不错，一边吃糖还能一边吹口哨。老板说拉动这根黄色的就能变音，我来试一下，真的可以。没想到这辈子终于找到了适合我的乐器，每天炫它10根，我肯定能成为一个口哨大师。拉杆箱糖果，花15块钱买了一个拉杆箱，我妈说太幼稚了，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好。打开里面有各种小发夹，还有各种可爱的小戒指，一根粉色的奶油胶，打开就可以自己 DIY 发夹了。没想到我这么心灵手巧，就随便这么挤了2下，漂亮的发夹就做好了，给我家娃娃戴刚刚好。可是卖家明明说有糖果的，为什么我就是没找到呢？涂鸦糖果，这个不是我买的，是买拉杆箱的时候老板一起送的。老板说可以在糖果上面画画，我试了一下，就是把蓝色的果酱涂在花朵软糖上，对小孩子有点难，对我来说就刚刚好。以后逢年过节去走亲戚，再也不怕没有才艺可以表演了。就我这涂鸦的技术，绝对是俺们村最有才华的小女娘。涂鸦完还能把糖果吃了，真是一点都不浪费。飞行棋糖，我妈说暑假已经过了1个月，她就没见我干过一件正经事，今天必须让我妈刮目相看。花6块钱在小卖部买了1盒飞行棋，打开下面还有薯条软糖，不能再隐藏真实实力了，我就是这条街的飞行棋黑带时段。我跟二狗子已经战了359个回合，今天必须做个了结，一战决胜负。比赛进入了白热化，就在二狗子以为他要赢的时候，我甩出一个2直接取胜，把二狗子给气哭回家了。电饭锅糖，老师说暑假在家除了学习，还要多帮爸爸妈妈干活，我决定先从做饭开始。花15块钱买了一个电饭锅，加入我妈在超市抢的大米，盖好盖子，按下煮饭键，不一会儿米饭就好了。你们看这卖相，简直堪比5星级米其林，再配上特制的跳跳糖拌饭酱，吃起来真的妙不可言。我妈要是看到了，肯定会非常感动。快艇零食，花9块钱买了一艘勇士号快艇。我妈问我怎么又买玩具，我说这是为了完成暑假科学作业，研究快艇的发动原理。找个盆子，放上满满的一盆水，旋转一下上面的白色按钮，快艇就走了。就是有点慢，我们再多转几圈。就你这速度，
怎么好意思笑快艇呢？乌龟都能甩你10条街吧，我都不好意思拿你来研究了，还是趁我妈不在，赶紧把里面的零食消灭掉。